怎么样了？嫂嫂，我同父亲说好了，夜里我陪着祖母。你还有2个孩子，就先回去歇着吧。父亲大人就不来了，母亲大人也不来了。妹妹是有身子的，可别累着了才行啊。就是。啊，大娘子就是只管放心，我们寿安堂里头人手多，哪能真叫姑娘守一夜？保管累不着，就是让老太太心安的。对。既如此，我也不需客气了。若有什么事儿，无论多晚，都只管来叫我。深谢嫂嫂了。劳烦了。王妈妈，王妈妈，把寿安堂里外都关严实了，不许人随意走动打听，谁来谁去，都必须要有名目人数。哎，是。大人，您是沈家将军最信重的，上次生产也是，也全仰仗您的手段，才保住了张家姐姐。我想，您必是手段好，心里也好。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，我就想问您一句实话，您告诉我祖母究竟是怎么病倒的？老太太的确病得蹊跷，自下午肚中剧痛，呕吐腹泻，身子时不时抽搐。是，不像是生病，是吗？明见，不像是病，像中毒。祖母今日吃了什么，喝了什么，穿了什么？老太太今日只吃了早饭、午饭，用的不多，剩下的都到了泔水桶，线下都还在，只是那味道，这还是咱们厨房做的那些。姑娘，你知道，我们老太太遵道数十年，从不贪食贪凉，每一口都记着的。这厨房里头也都是些用了几十年的人，身家性命都在院子里。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突兀的？老太太年纪起来了，忽然喜欢吃甜的。居房斋有位经年的师傅做的芙蓉莲子酥精里头一绝，可偏这位师傅年纪也大了，每月只亲动手做2次，老太太每回都叫人等着去买。说呀，说下去啊！姑娘知道，全根最听老太太这位太祖母的话。老太太说，全根大了，该10里了，便叫她每日都去给大娘子请安。大娘子很是感激老太太，便使唤人天不亮就等在居房斋门口买热腾腾的果子来孝敬老太太。所以，这次也是大娘子送的。可这都好几个月了，也从没出过错儿啊！
可这瞧着，应该不是他娘子。怎么了，大人？大人，好厉害的心机呀！银杏芽，什么？银杏可食，可银杏芽不可食，所以算起来不是下毒，银针查不出来。然则把银杏芽里提取汁液，数十斤汁液炼成浓浓少许，便可致人性命。那还有的救吗？亏得老太太未吃下许多呀，倘若再多进些，便大罗神剑也难救了。眼下你以药物催吐，再以扎针提神护着心气，随后才能以汤药去毒。那是还有的救了。老太太年纪大了，身子骨不如年轻人壮实，未必。姑娘，你可小心自己的身子，老太太可指望你撑着了。夫人不必恐慌，我定全力而为。为安全起见，我先去看看老太太早午吃剩下的东西。我着人陪先生去。生拜大人了。小桃，哎，圣府有几扇门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前大门、后大门，前门旁的侧门，西边走车马的侧门，后头池子旁边花园尽头处还有一扇小门，啊，东边花园里头还有2个狗洞。你拿着我这牌，去咱们府里找托二爷一干人，让他们把这院子从里面堵死了，一个人都不许放出去。是。这王八蛋！
什么意思啊？不让出也不让进的，还敢打人！主君要去上朝啊！大娘子房里的刘妈妈。知道，六姑娘，六姑娘，昨天夜里我们房子来了好些吓人的歹人，把我们屋子围了。您方才说，我父亲要上朝。是啊，那就是说我父亲在大娘子屋里歇着了。如今啊，主君都在我们大娘子屋子里。我跟您过去。你这做的什么混账事？居然叫人将家里团团围住，不许进出，稍有不肯的，居然还打人！这事儿要传出去，咱们盛家在外头如何立足？啊，这自己的女儿把家给围了，真是旷古奇闻呢！这是。父亲现在还惦记着面子呢。我还得上朝呢。您昨日不是说告假一日也无妨吗？父亲您放心，我已经叫人替您去告假了。嗯。就说家中老母亲疾病，父亲忧思如焚，在家侍候。父亲素来勤勉，从无一日告假。这事若传出去，人家也只会说您至母至孝、至纯至善，这对您的官声可是大大的有益呀。这么说也不错。可你把一家子都围起来，你究竟要做什么呀？防止府里有人通风报信。什么通风报信？下毒。什么？这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是说老太太她是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一家子，这满院子都是一家子人，怎么可能呢？这里有毒，下了砒霜。倒不是砒霜，就说嘛，明明是什么？明明是病了。白果生芽即为有毒，将白果芽之炼的极浓注入到这果子里。天可怜见，这果子甜腻，祖母只吃了半块。太医说，若将这几块全都吃下去，如今祖母就在阎王殿里了。阎王殿。最有趣的是，昨日中午，大娘子手下的人去圣安堂讨要剩下的，说大侄儿想要吃，亏了房妈妈觉得祖母实在吃的太少，怕她回头又要吃，便谎称吃完了，这才将这些留了下来。真是好心机，好算计啊！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也这么看着我？当初那么多人还夸你，说你天不亮就让人去给老太太买糕点孝敬她，你还想推脱什么呀？快说！
就凭区区几块果子，你们就想定我的罪，没那么容易。胭脂不是老太太身边的奴婢，起了歹心，想算计老太太。你个蠢材！那寿安堂的人跟老太太都几十年了，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？说不准是老太太面天辛苦，暗地里特待下人，下人怀恨在心呢。也没准是那个什么太医，自己瞧不好病就胡乱诊断，胡乱说一气。那不妨事儿。咱们在京城里头住着，皇城里面讨生活，咱们可以多请几位太医来瞧瞧，这祖母到底是生病了，还是中毒了？武长，这是丑事。你昨天让那个太医来查问此事，现在想来，这已是太过鲁莽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咱们盛家还有什么脸面呢？你这会儿，你更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父亲您放心，这位太医办的事可多了，口风严谨。那这请旁的太医，我本没这意思，这不是大娘子信不过如今这位太医吗？你还不认错是吧？他就是年纪大了，贪嘴吃了生涯的白果，身子不好。哦，你们就拿这几个糕饼来污蔑我，要我认，除非我死。盛红，你们父女俩当我娘家死绝了不成？大娘子，你也用不着寻死觅活的。您若觉得我和父亲说的不公，咱们大可以上公堂，让府尹审一审，这不就成了？嘿，你个死丫头，你不要脸，盛家还要脸呢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将此事捅上出去，我打死。倘若父亲真不想让这件事情闹大，那就请好好劝劝大娘子吧。否则，我就一纸状书递到有司衙门去。再不然，父亲，您就将证据和祖母都藏起来，让我告无可告。你敢？孩子，我知道你想替你的祖母出气，我体谅你的用心，可咱们一家子骨肉啊，干嘛要把这个事情闹绝呢？咱们关上门慢慢查啊，查清楚了，我绝不姑息。一家子骨肉，爹，这一宅子都是骨肉，都是至亲，唯独除了祖母。父亲，您和我是父女骨肉，我和兄姐是手足骨肉，大娘子和嫂嫂生的是盛家的骨肉。可是祖母她没有骨肉，父亲您也不是她亲生的，大哥哥大姐姐还有我们几个都不是她的血脉。大娘子有娘家人出头，可祖母呢？祖母当初为了您的前程，不肯让娘家将庶女嫁过来，被娘家憎恶，她是为了咱们盛家与侯府断了关系的。这下毒的人也是料定此事，于是父亲心里就想：是呀，咱们盛家如日中天，怎么就能为了这点小事儿就闹翻了天呢？对吧？你怎么打侯爵夫人呢？忤逆不孝的东西，我想打便打。我昨日夜里将咱们这院子里堵得严严实实的，您以为是为了什么？你一意孤行，你可想到后果？嗯？什么后果？还不是你的面子？您就为了您这面子，就跟我小娘子死一样。怎么，您现在又想将这件事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？我养的这个女儿真是有能耐呀！啊，忤逆生父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我没你这样的女儿。我早就想明白了，从今日以后，就算您不认我了，就算我将这全家都得罪干净了，将来再也无娘家可依，什么尊贵荣耀，什么官人诰命，我全都不要了，我就要一个公道，我只要求还祖母一个公道。疯了，你
疯了。现在就两条路，要么大娘子，您赶紧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了；要么我就去焦灯文谷，去开封府鸣冤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到了这关死地了，也没有别的路。你若还不说出实情，那我就只有一纸休书了。嗯，我大不了得罪了王家，从此不再往来便是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狂悖！你敢忤逆尊长！您只管去官家面前告我忤逆尊长，除非您能走出去。给拿笔墨，我立刻就写休书。官人，王家一直对你很好的，官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告诉你啊，太医已经有了诊断了，那果子里是下了毒的，那都是你买的。只这3样，这死丫头已经让你的命都攥在手里了。王家怎么了？王家啊，你谋害婆母，你便是公主，我也得休了。我父亲配享太庙，你敢休我？大娘子，您别倔了。大娘子，再不说实话，白哥和2个姐儿都得叫连累了。你若有个好歹，2个姐没法在夫家立足的，还有白哥如今的仕途可正好啊！我倒是忘了你刘妈妈了。你是大娘子的心腹，如此要事儿，怎么少得了你？当年老太太吩咐不许康娘子再上门，我这种做奴婢的也觉得极对。我原是王家来的，可今日也要说上一句：他娘子这位大姐姐是越来越不成样子，我也时常劝说别再与她来往。可大娘子，她念着姐妹情分，总是不肯听，每每与康娘子说话，还把我打发出去。这么说，刘妈妈您全然不知情了？方才在窗外听着，也猜到7、8分了。姑娘不也是心存疑惑，才一个劲儿的让大娘子自己承认吗？否则，凭着太医的说法和这碟子糕饼，姑娘昨夜就该发作起来，如今该商议如何处罚，而不是来逼口供。满屋子就你一个人明白，我倒是佩服你了。王家把你送过来，也真是用心良苦。刘姑娘，我自小就服侍大娘子，她的性子我是再清楚不过，虽性急了些，可也是个直肠子的。她哪里想得到什么银杏什么汁水的阴毒算计人的法子呀？姑娘，你不也正是因为疑惑这一点儿，才一直让大娘子自己说出实情吗？他这话说的也不假。我这个大娘子无论做什么都是明火执仗着来，她哪怕是知道了这银杏芽有毒，她又怎么可能知道这芽汁能提炼成浓汁呢？这得是用心钻研的人。姑娘，姑娘，我从小
早就跟着你了几十年了，我哪次不是全心帮你护着你啊？你就说了吧，反正就是想冤死你，你就说了吧，不为着旁人，就为着咱们的哥和姐儿吧，姑娘。就是我那嫡亲大姐姐康娘子，她说我让老太太治得死死的，动辄斥责处罚，如今管家的全都没了，儿媳妇都能栽到我脸上来了，实在活得窝囊。偏老太太身子骨硬朗，我不知道要熬到猴年马月，所以你们姐妹俩就合起伙来要毒死老太太啊？我不敢，我真的不敢。他说，只要老太太身子虚弱些，3不5时的缠绵病榻，没力气管这管那，我就能当家做主了。糊涂，你真是糊涂，你个蠢货！我姐姐说那果子没什么事儿的，所以太医不也说病情稳住了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大娘子，你真是糊涂呀！你有没有想过，长柏哥哥的儿子，您的亲孙子，他可是时时都去祖母那儿玩耍。若祖母心疼他，真掰一块给他吃，那全哥如今还能有气儿吗？她是我亲姐姐，她不会的。哎呀，那是大娘子你的孙子，又不是她的孙子，她哪里会放在心上啊？就算卷哥出了什么事儿，难道大娘子还能去与他对峙不成？只有他拿捏你的份儿。他就等着祖母亡故，大娘子您执掌全家。他握着你杀婆母的把柄，要你给什么你不给，办什么事儿你不办，你办不了的事情，他自然逼着你去找长柏哥哥去办，给不了的东西，他让你找华兰姐姐去要。到时候大娘子和咱们盛家，不就被他随便拿捏了吗？无耻之有！什么人呢？啊！救命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陆长子，涂二爷，这婆娘想钻狗洞出去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快将他放开我！进去给姑娘看看。出去干什么？你是我姐姐的人。冤枉啊，大娘子，我是家中有急事才想走。有什么急事？我老娘病了，主君。老太太病了，您着急；我老娘病了，我也急啊。你放屁！你老娘2年前就没了，我还让刘妈妈给了你5两银子做铂金呢。是干娘，干娘也是娘啊，大娘子。你还不说实话？你再不说实话，我就找人来把你打死拖下去算数。不找人，不能外传。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，祖母要吃第2遍汤药了。既然父亲怕惊扰旁人，涂二爷在。他不肯说实话，请二爷想想法子吧。我说，是高娘子，就是她，是她多给了我一些银子，叫我把府里的事告诉她。前日她来府中和大娘子姐妹相见，说了半晌话，我竟又多给了些，让我无论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报给她。
的东西。兔二爷，你把他看管好了，不要让任何人接近他，也别走失了他。是。大娘。 父亲，您现下知道我为何要封府了吧？此事若是昨日在现场发作，那就是自家的内鬼通了外贼了。此事既然是康家的祸事，你就别怪你李母了吧？啊？是啊，我真的以为老太太只是病2天。父亲，您想好后面怎么办了吗？后面，那自然是有劳太医多多操心，好好养护老太太。既然父亲您没想过后面的事儿，那我就替您做主了。刘妈妈，这次辛苦你了啊！还好逮住了彩环，没坏了事儿。就烦请您去一趟康家，把姨母请过来。康家这个祸害，还让他来干什么？ 您就只管做出神色慌张的样子，就说祖母挣扎了一夜，如今终于不行了，大娘子害怕极了，特请姨母过来相助，出出主意，帮把手什么的。这祸事都是他做出来的，他怎么会肯来？他怎么不肯来？他好不容易办了这么件得意的事儿，他能忍住？您赶紧去吧。 不然这套说辞就没用了。是。现在不能出门出去。 何必诓人呢？你直接找他们康家理论便是。倘若事情属实，那康家，哦不，王家难道肯把人交出来？想来爹爹也不肯真的告到官府去，求个名正典刑的。到时候总不能咱们领着人打上门去吧？父亲，咱们家中基业做到如今不容易，都是祖上庇佑。 父亲升任4品，家里姐妹几个也都嫁得不错。2哥哥长柏仕途通达，3哥哥自打收了心，登榜指日可待。咱们盛家如此大好前途，难道要毁在康义母这个疯婆子手上吗？你这话说的对，咱家苦苦经营，还有了这番事业，万不能折损。所以啊，就把人要过来。 捏在我们自己手里，无论怎么处置，我们都自己说了算。什么？你还想怎么处置？你要了你的姨母的命。爹爹，您放心，女儿不会给您添麻烦的。我会把人提到外头去杀。什么？你以前那么乖巧的一个孩子，你怎么现在满口就是打打杀杀的，跟个夜叉一样？是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天哪！我们真的能为老太太伸冤吗？这世上人与人之间，往往是看谁比谁豁得出去。父亲、大娘子、康家、王家，他们谁都不敢豁出去。可是我敢。方才老太太又吐了一回，看着伤心，不过吐了以后，反倒是躺着安稳些，呼吸也顺了。
他醒过没有？没有。待会儿太医会来，你们好生伺候着。姑娘放心，我们心里都知道。六姑娘，康娘子独个往大娘子屋里去了。你跟他怎么说的？我同她说，我们大娘子有心腹事同她商议，连我也不入房内。刘妈妈，辛苦你了，你是个真心心疼她的。不敢当姑娘的夸奖，奴婢只是尽心罢了。康娘子手下的人已经叫扣住，让正屋的婆子们看着呢。来了不少人吗？你真是料事如神。这次统共跟来了4个婆子，门房处还有6个小厮。这4个中有2个是王家陪嫁过去的贴身女使，还有2个是他信得过的管事婆子。怎么了？奴婢只是发觉，齐妈妈没有来。她是个要紧的。齐妈妈虽然年纪大了，却始终是康娘子最贴心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这要紧的没来，没要紧的都来了。这事儿有意思了。刘妈妈，你再帮我去办点事儿吧。今日屋前屋后都没有人，足见你们是用心的。我们都看得牢牢的，方才只有康大娘子进了大娘子的屋，吩咐我们都不许过去。你们是机灵的，2位大娘子自是有话说，可千万别寻着不安分的，非要听个一星半爪的，反而害了自己。是。姐姐的心肝难道是黑的？那到底是一条人命啊！可是你每日跟我哭哭啼啼的，说你婆婆压得你都喘不上气儿来，还让你跪到屋门口。这会儿你倒跟我装起孝道来了。我只是想让她病2天而已。你想害死我婆母，还想害我，你好狠的心呐你！嚷嚷什么？嚷嚷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要是你下的，我手上可干净得很。现下谁也跑不掉了。说什么混话呢？他是说，你既已落到了我手里，就别想撇干净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还不快出去！我跟你嫡母有事商量。姨母好能耐呀！您是怎么知道白果牙枝这事儿的？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都把我弄糊涂了。不妨事儿，等下审问了，您就不糊涂了。审问？你还敢审问我？瞧见你这庶女没？她还想审问我。你以为你今天出得了这个门呢？你敢！把人带上来。刘姑娘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告诉我，说大娘子只少爱刘妈妈一个人，我这辈子也混不出头来，所以他就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做他的眼线，
把府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告诉他。大娘，我就是不甘心，怎么都争不过刘妈妈。朱勇蒙了心，我才会答应他。大娘子，你看在我照顾您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吧，大娘。你是个贱人！除了刘妈妈是我陪嫁过来的，这满屋子的人，我对你是最好的。这么吃里扒外，居然糟践我！这个贱人胡说八道，他是在攀灭我。手脚都备好了吗？都备好了。把这位娘子先带下去，好好看管，好好搜身，可千万别让她自己伤了自己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好歹是你嫡亲的大姐姐，你敢让那贱人这么对我？你方才还顶来说都是我的事儿呢，如今想到姐姐姐妹了，你……我是关眷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这两位妈妈先头都是逆王府出来的，你这样的人妇，他们见多了，为什么不敢动你？你这个小贱人！你，我夫家杨家都是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关眷。一朝花开傍柳，熏香无觅庭后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待高鬓泪难流。经书诵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昨夜一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